下边的这道题呢，已知直线 L 经过一个定点和 x 轴的负半轴交于点 A 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B，O 为坐标原点，它的面积等于4的时候，让我求出直线 L 的方程。它们俩相加的最小值求它们俩相加的最小值以及此时 L 的方程，求它们俩积的最小值以及此时 L 的方程。好，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建立直角坐标系，点 P 的坐标是-2逗1。经过它做了一条直线和 x 轴的负半轴交于点 A， 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B。O 是坐标原点，三角形 OAB 的面积是等于4的。点 A 是 x 轴上的点，纵坐标是0，横坐标就设为 A。点 B 是 y 轴上的点，横坐标是0，纵坐标就设为 B。那么，很显然 A 是小于0的 ，B 是大于0的。我们要把已知整理清楚。那么 S 三角形 AOB 它的面积是1/2底乘高。因为 a 是个负数，所以呢2a， 所以呢它这个底呀就是负 a， 高呢就是 b， 它的面积就等于负的1/2 ab， 负的1/2 ab 等于4，我们得到一个方程。那么 AB 它就等于-8，我们就找到了即时定值。好，让我求的是直线的方程，那么在 x 轴和 y 轴上的截距我都表达完了，因此我设 L 的方程为截距式，也就是 x 比 a 加上 y 比 b 是等于1的。那么这条直线呢，它过了点 P -2逗1，所以点 P 的坐标满足方程 a 分之-2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那么我要把 a 和 b 都求出来，我才能够得到这条直线的方程。a 和 b 的方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个，把它联立方程组 a 分之-2加上 b 分之1等于1。ab 是等于-8。a 呢，它就等于负的 b 分之8，然后把 a 的值往这里边一带，所以呢，-2除以负的 b 分之8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负号就约掉了。2除以 b 分之8乘以8分之 b 加上 b 分之1等于1，这是4。每一项都乘以4b，b 的平方，每一项都乘以4b，4约掉了 b 的平方，加上 b 约掉了剩个4，然后等于4b，所以 b 方减去4b 加上4等于0，b 减2的平方等于0，所以我们就得到 b 是等于2的。b 要等于2，带到这里边来 ，a 呢它就等于-4。所以此时的直线方程我们就求完了，带到直线方程当中 ，x 除以-4加上 y 除以2是等于1的，每一项都乘以4，负 x 加上2y 等于4，x 减2y 加4等于0，这是第一个问我们求出来的直线方程 ，x 减2y 加4等于0。那么这道题啊，它就是一个常规的问题，它说三角形面积，我们就表达面积，然后方程设出来，把相应的参数求出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个问。
个问呢是 OA 加 OB 最小的时候，让我们求出此直线的方程。点 P 的坐标是-2逗1，经过点 P 做一条直线和 x 轴交于点 A 交于点 B。它的坐标是 A 逗0，B 的坐标是0逗 B。所谓的 OA 其实就是截距 A， 所谓的 OB 其实就是截距 B， 也就是呢，我们要求 A 加 B 它的最小值，以及当它取得最小值的时候，直线 L 的方程。那还是先把直线 L 的方程设出来，设直线 L 的方程为 x 比 a 加上 y 比 b 是等于1的。由于它经过了点 P -2逗1，把它的坐标带进来，加上 b1是等于1的。那么我要求 a 加 b 的最值啊，这个 a 呀，它是一个负数，所以呢，它不符合两个正数的和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 ab 的样子。那我要求它的最值怎么办呢？我就必须得把它转化成一个正数。OA 的绝对值其实呢，它是负 A， 因为 A 是个负数，负 A 是正的，所以 OA 加上 OB 它是等于负 A 加 B 的，也可以说它是等于 B 减 A。那么我要求它的最值怎么办呢？当然了，我还要用到均值。均值呢必须得是两个正数的和，所以它可以变成 b 加上负 a。a 是负数，负 a 是正的 ，b 也是正的。然后呢，我给它乘一个负 a 分之，把符号给 a， 负 a 分之2加上 b1，相当于给这个式子乘了一个1。依然保持和原来相等，然后分配率，这两项一相乘，我得到的是负 a 分之2b， 这两项一相乘得到的是1，这两项一相乘得到的是2，它们俩一相乘，我得到的是负 a， b 分之负 a， 它乘到分子上。所以它等于3加上负 a 分之2b，a 是负数，负 a 是正的，整个这项是正的，加上 b 分之 a 是负的，负 a 是正的，整个这项也是正的，也就是这两项都是正的。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负 a 就约掉了， b 也约掉了，就剩下2。什么时候取到最值啊？考虑一下等号存在的条件，当切仅当我在这儿用的均值，负 a 分之2b等于 b 分之负 a， 还要结合它，我先把它化简一下，它就是 2b 的平方等于 a 的平方，那么再结合a 分之负 a 分之2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把它上面的式子化简，根号 2b 括号的平方等于 a 方，根号 2b 就等于负 a， 因为 a 是负的，负 a 反而是正的，所以呢，再结合负 a 分之2加上 b 分之1等于1，我们求出相应的 a 值和 b 的值这个时候等号才能取到。
a 的值是啥呢？负 a 是根号 2b 带进来，根号 2b 分之2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分母乘个根号2，分子也乘一个根号2，根号2乘以根号2是2，跟它约了 b 分之根号2加1等于1，也就是 b 等于根号2加1。那 a 呢？根号2加1，负 a 就等于根号2倍的根号2加1，它是2加根号2，a 等于负2减根号2的时候 ，OA 加上 OB 它就有最小值。求出它的最小值，并求出此时的子线方程。所以此时的子线方程是啥呢？此时 L 的方程为 x 比上 a 是负2减根号2，加上 y 比上 b 是根号2加1，然后等于1。然后同学们自己化简一下，把它变成一般式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二个问。第二个问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截距，它不是距离，截距是和坐标轴交点的坐标，有的时候是正的，有的时候是负的。现在呢，这个在 x 轴上的截距它就是个负值，在使用均值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它是个负数，要把它变成相应的正数才可以使用均值。好，这是第二个问。接下来呢，我们赶紧看一下第三个问。第三个问是 PA 乘以 PB 的最小值，这个我们怎么去考虑呢？我要求 PA 乘以 PB 的最小值，我是不是还要用到两点间距离公式呢？但是这个坐标点 A 的坐标和点 B 的坐标我是不知道的。我设完了呢，它是含有字母 A 和 B 的。我可以用两点间的距离，点 A 的坐标设为 A 逗0，点 B 的坐标设为0逗 B。两点间距离，然后它俩一相乘，也是可以的我们刚才做过一个这样的题。那么我换一个方式去想，它们俩的模相乘PA 乘以 PB， 可不可以认为它是 AP 向量？AP 向量是这个乘以 PB 向量，两个向量相乘是模乘以模乘以它们俩夹角的余弦。AP 和 PB 的夹角是0度，cos 0度是1，所以呢，我把它转化为向量这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它转化为向量。那么 AP 向量我可以表示吗？当然可以。点 A 的坐标知道，点 P 的坐标知道 ，AP 向量终点坐标减去起点坐标，负2减 A， 1减0。PB 向量我也可以表示终点坐标减起点坐标，0减负2。0加2，横坐标是2，然后是 b 减1。
两个向量相乘，横坐标乘以横坐标，所以它是2倍的负2减 a 加上纵坐标乘以纵坐标1乘以 b 减1，所以我得到的是负4减 2a 加 b 再减1，它就等于负5加 b 减 2a，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那么得到这个式子以后啊，我想求它的最值怎么办？我依然还是设 L 的方程，它是 x 比 a 加上 y 比 b 等于1，由于它过了点 P 负2逗1，还是 a 分之负2加上 b 分之1是等于1的。你看，我还是有一个和的定值。我要巧用1的变形，那么负5落下来，加上 b 加上负2a， 负号归它自己，因为 a 是负数，负2a 是正的 ，b 也是正的，这是两个正数的和。我给它乘以1，1呢，它就是负 a 分之2加上 b 分之1。负5落下来和它没有关系，这两项一相乘，它是负 a 分之2b， 这两项一相乘是1，它们俩一相乘，负 a 约掉了，剩4，这两项一相乘，那是 b 分之负2a， 所以4、5和它就约掉了，它是一个正数。它也是一个正数，任何两个正数的和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负 a 约了 b 约了，它剩个2，它剩个2，这是4，4开出来2乘以前面的2，它是等于4的。等号存在的条件呢？当切仅当，我是在哪里用的均值呢？我是在这儿用的均值。它是 a， 它是 b， 当切仅当负 a 分之2b 等于 b 分之负2a， 负号不要了，交叉相乘 2b 的平方，2我们也可以约掉了，也就是 b 的平方等于 a 方，也就是 a 等于负 a 等于 b， 还得结合谁呢？还得结合a 分之负2加上 b 分之1等于1，这个就是负 a 分之2的意思，把 b 带进来 ，b 分之2加 b 分之1等于1，所以我们得到 b 分之3等于1，b 就等于3，a 就等于负3，所以此时我不但求出来它的最小值，那么此时L 的方程我也找到了，它就是 x 比上负3加上 y 比3等于1，每一项都乘以3，负 x， 每一项都乘以负3，x 减去 y 加上3等于0，这是我最后求出来的 x 减 y 加3等于0，这是满足条件的直线 L 的方程。所以你看这些题呀，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们可以引入参数，我们可以转化为向量，我们还可以这个巧用1的变形，使用均值。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道题。做到下一个题为止，我们这部分知识基本上就都消化掉了，常规的题呀就难不住我们了。一个陌生的题，当我们没有见过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知所措。如果你题型常规的题型你都见过了，那么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思路打开，看到题就会有想法，因为见多识广。
你经验就丰富了。好，我们看一下这道题，这道题也有3个小问，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题呢，给了直线 L， 第一个问呢，当 k 等于1的时候，求直线它的交点。这第一个问呢，我不用做了，同学们自己就能做。k 等于1带到这里来，直线 L 就确定了。2条直线的交点只需要把2个方程联立解2元一次方程组，就可以求出交点的坐标，这个非常容易。第二个问呢，也是这条直线和 x 轴的负半轴交于点 A 和 y 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B。我们算一下吧。这个题它没有告诉我这条直线经过像上一个题一样经过点 P 然后相交，可是呢，这个直线方程它是含有字母的。老师说，只要含有字母，我们就考虑一下它是不是过定点了。所以我把 k 的式子结合到一块儿 ，k 倍的 x 加2加上1减 y 等于0，让 k 不起作用 ，x 加2等于0，k 乘以0再加它，1减 y 也是等于0的，所以我得到 x 等于-2，y 是等于1的。这条直线果然横过定点，横过谁呢？就横过-2逗1。像刚才那道题一样，这是-2逗1，我们依然把它叫做点 P 吧。它的坐标是-2逗1，经过它做了一条直线，和 x 轴交于点 A 和 y 轴交于点 B。求它面积的最小值，以及取得最小值时候的 L 的方程。这个我们刚才呢已经做过了。上一道题呢也是求面积的最小值，以及面积取得最小值的时候直线 L 的方程。接下来呢，我们就只做第二个第二个问呢，他说当 PA， 你看 PA 是这个小线段，加上1/2 PB。刚才我们遇到一个1/2 PA 加1/3 PB， 我们是引入了一个参数。那现在呢，它是 PA 加上1/2 PB， 我怎么办呢？我可以换一个方式去做。首先呢，这个直线 L 它的方程给我了。直线 L 的方程给我之后，点 A 的坐标我就可以用含有 k 的代数式来表示，点 B 的坐标也一样点 A 在 x 轴上，纵坐标是0，所以呢，我就令 y 等于0则 y 等于0，kx 就等于-2k 减1，所以呢 x 就等于 k 分之-2k 减1。分离常数也可以的，它就变成-2减去 k 分之1，所以 A 的坐标就是-2减去 k 分之1逗0，这是点 A 的坐标。点 B 的坐标呢，横坐标是0，那我就令 x 等于0，我求相应的 y，x 等于0，把 y 移过去，y 就等于2k 加1，所以它的纵坐标就是 2k 加1。点 P 的坐标我也知道，那么 PA 它的长我就可以表示PA 加上1/2 PB 这个线段，我先看一看提到1/2 PB， 所以呢，我就取 PB 的终点我取 PB 的终点 M， 使得它俩相等。
所以 PA 加上PB， 它就变成了 PA 加上 PM， 所以它就等于 PA 加 PM， 它就等于 AM。所以我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小值，其实呢就是求 AM 的最小值。那 AM 等于啥呢？点 A 坐标知道，我需要知道点 M 的坐标。点 M 的坐标我当然能求啦，它是中点嘛，两个端点的坐标相加除以2，所以横坐标是-1，它俩一相加呢除以2，所以得到的就是 K 加1。因此点 M 的坐标我也求完了。AM 这个线段我现在就可以表示了横坐标之差-1减-2，横坐标之差-2减去 K 分之1减-1加1，那么-2加1是-1减去 K 分之1的平方。横坐标之差-2减-1， -2加1是-1，然后减去 K 分之1括号的平方，纵加上纵坐标之差的平方，加上 K 加1，0减去它-K 减1就是 K 加1，它的平方。所以呢，我们把它展开，它就变成了它其实就等于1加 K 分之1的平方，1加上它们俩乘积的2倍，那是 K 分之2，加上 K 方分之1，加上 K 方，然后加上2K， 然后再加1。这个式子好奇怪呀！我们看到这个式子和以往的式子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式子，它呢一下子使用均值使用不了。1加1 2，我放在这儿，我把平方的项结合到一块儿，它是 K 方加1加上 K 方，另外两项加上 K 分之2再加2K。这样的两项我们得分别求最值，然后还得看它们等号取得的条件是不是统一的等号取得的条件是不是一致的。好， K 方分之1加上 K 方一定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是1。等号存在的条件呢？当且仅当 K 方分之1等于 K 方，也就是 K 的4次方等于1， K 的平方等于1， K 等于正负1，要谁呢？K 等于正负1，这条直线它的斜率，这个时候大家要知道我的这个 K 并不是直线 L 的，是直线 L 的斜率我们得看一下这条直线呢，我可以把它变成 y 等于 kx 加上2k 再加1，它就是我直线 L 的斜率。直线 L 是这个样子的，倾斜角是锐角，所以它斜率是大于0的。所以 k 不要负1了，我只要正1， k 是等于正1的。那么另一个呢 ，k 分之2加上2k， 它也大于等于2倍的根号下，它们俩的积，k 约掉了，这剩4， 4开出来2乘以2等于4，它也取到这个值了。那它等号存在的条件呢？当且仅当 k 分之2等于2k，a 等于 b 吗？所以呢，把它乘过去，2和2就约掉了。我们也得到 k 方等于1， k 等于1，等于负1我们不要， k 等于1的时候，它就取到等号，等号取到的条件是相同的，它们俩可以同时取到最小值，太好了。
所以呢 PA 加上1/2 PB， 它是有最小值的，最小值我就把它们各自的最小值都搬来，2加上这个代数式的最小值是2，这个代数式的最小值是4，4加4得8，2是2倍根号2。什么时候取到的最值呢？当切近当 k 等于1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最值。那么这个时候我要求出直线 L 的方程，就把 k 等于1往这里边一带啊，带到这里边。所以呢，此时 L 的方程为把1带到那里边 x 减 y 加1再加2，k 等于1嘛，2k 就是2，等于0，也就是 x 减 y 加3等于0。好，我们又做了一个有关某一个式子取得最值，然后既把最值找到，也把相应的直线方程找到。好，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题型，就是当直线和坐标轴围成三角形相关的题型。那么下节课呢，我就要给大家讲另一个小专题，也特别重要，就是有关对称。对称呢有很多，点关于点的对称，点关于线的对称，线关于线的对称，线关于点的对称，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讲解。好，下节课我们讲对称问题。